Kinfinity 这个公司真的非常神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它。那其实在我入行的时候，也就是8、9年前，他们就已经做出了强大的国产电影摄影机，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而且还有模块化，但是他们却一直就非常的低调，或者说不温不火。那可能最近它的知名度会高一点，因为前段时间天舟号飞船带着他们的摄影机前往了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拍摄一支8K 分辨率的太空纪录片啊，这个是真的顶。那虽然说送去空间站的版本已经做了很多修改，但是它的原型机或者说地球人特供版，应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台 Kinfinity Marvel Edge 8K 摄影机。你想买的话，今天你确实就可以买到它，它的价格是8万块钱左右，你觉得算是贵吗？那我们也是最近从我的好朋友有风那边借到了一台，然后使用了3周左右，用它拍了不少的样片，为的就是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这台摄影机会被选中送到空间站去太空，而这台摄影机在地球上又能有什么样的表现？看完 Edge 8K 的样片，你有没有什么感想？说真的，拍样片还是挺累的，总得拍点好看的才能对得起你，还有这些开发摄影机的工程师，对不对？所以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带着他就去了内蒙古，零下30度去拍，真的是冷死。然后我们另一组人也是在过年期间拿着它到处拍，所以你喜欢的话，也欢迎给一个3连来支持一波。那这台摄影机真的算是非常魔性的一个东西，我见到它的第一眼就直接把我惊呆了。国产摄影机的国内的适配做得太好了，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联网，这玩意居然是靠扫2维码来联网的，直接把我给惊呆了。那现在它的功能仅限于联网，那要是以后它能兼容微信，那就真的牛了，可以加人加好友，然后直接把素材发给他，还可以开视频会议啊，那太强了。那言归正传，我先从它的机身开始介绍。那它是少有的采用模块化设计的电影机，模块化是很多厂商的坟墓，往往可靠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 Kinfinity 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 Edge 上面采用了一个非常取巧的方案。那不像 Red 如果没有模块就没法开机，还有加钱。Kinfinity 把所有的功能还有部件都集成到了这个机身里面，不管是卡口、ND、供电还有接口，要什么全都有啊。那理论上装一个电池，你再加一个屏幕，就能直接用它来拍内容。那它的模块化有什么用呢？那当然是做一些非常奇怪的附加功能。那比如说它有一个官方的套件，看起来没有什么稀奇的，3000多块钱，但是你看见这个触点还有下面的电池没有啊？这个居然是一个自带 UPS 供电保护的底座。那有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你的摄影机拍到一半，然后啪，背后的电池没电了啊！但不用担心，它底下这2块电池可以继续供电，你可以很淡定的和导演说啊，继续还在 roll， 根本不用关机。那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天才。那大家难免都会遇到拍到一半然后相机停掉的情况。那当然，这个功能之所以存在，也和 Edge 的一个特点息息相关，就是它的开机真的超级慢，不是开玩笑那种，就是慢，纯粹的慢，巨慢。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已经是加速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蛋疼。那至于 Edge 8K 本身的做工，我觉得还是挺扎实的，只能这么说。整个机身由碳纤维还有铝合金打造，那只不过有几个地方它会有一点离谱，比如顶部这个位置的结构，还有这个旋钮，你仔细一看会发现它居然是3D 打印的，而且这是量产版，不是一个工程机。那当然就是不是说 3D 打印不好，但是你想一个全身是碳纤维的机身，然后突然出现一个 3D 打印，确实会让人有这么一点出戏的感觉。那除了这2个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 Kinfinity 对这个摄影机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有很多小的细节很有意思。那比如说它的 V 口电池扣板凹进去了一块，这样能够兼容更小的 BPU 电池，这样可以把它挂到 RS2 稳定器上面，不需要再加额外的配重。那比如说它在这么轻的机身上面做了卡农音频接口，不像 Red 这么一个玩意儿再割你2-3千块钱的韭菜。那比如说它内置了 ND 滤镜，而且居然是电子液晶 ND 啊，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好东西，过去只有索尼才有这个玩意儿。那说白了就是你可以极其精细的控制你整个画面的曝光，这样你可以在不动光圈还有快门 ISO 的情况下，得到像这种非常理想的画面。We can never return.
画质当然是一台电影机最重要的地方。Edge 8K 在正确曝光的情况之下，不管是锐度还是色彩都非常优秀。色彩这个东西虽说比较玄学，但是你看多了吧，也能有这么一点门道被抓到。比如说人的肤色自不自然还是挺容易看到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是 Red 迅猛龙拍摄的画面，这是索尼的 FX3，这是 Marvel Edge 8K。你最喜欢哪一台相机的色彩表现？那 Edge 8K 在色彩上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倒是挺明显的，就是红色的还原没有这么准确。你可以看到可乐屏会有点偏橙色，红绿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它所呈现的画面，非常的美好。那有意思的就是 Edge 8K 的 Gamma 曲线非常接近阿莱摄影机的 Log C 曲线，所以哪怕你直接用阿莱摄影机的 LUT 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毕竟它名字里有 8K， 所以 Edge 使用整个传感器成像的时候，最大分辨率是8192×5288，非常恐怖，相当于4300万像素的相机每秒45连拍，无限的时长。那它在这个规格之下，最大帧率就是45帧啊。它的传感器是一块3:2比例的全画幅传感器。那像这种用到全画幅传感器，然后整个片门全开的规格，也被叫做 Open Gate。那事实上，很多院线播放的电影都是使用 Open Gate 来拍摄的，而不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比例，比如说16:9，或者说17:9。那如果你用它来拍摄17:9的 8K 视频，它最高能够拍摄55帧的画面，没有60帧，这就让人会有点摸不着头脑。在很多国家这都会遇到问题，为什么会少了5帧？就非常奇怪。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参数放在如今这个时点，你说它是最强嘛？那肯定不是。佳能最近发布的 R5C 单看参数都要比它更强一点，我们之后也会来评测。那当然到了2022年，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明白这一点， 8K 离我们还是真的太远。最大的问题不在摄影机本身，而是硬盘。厂商把分辨率堆高起来真的很轻松，对吧？但是硬盘的价格它又不会成倍的下降，所以出现的结果就是，不管什么厂家的摄影机还有相机，一旦你想拍 8K， 你买硬盘的钱一下子就会需要翻4倍5倍，电脑也需要换，读取速度也需要成倍的翻，更不用说是拍 8K 的 RAW， 这就不现实，对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那像 Edge 的话，它有且仅有 ProRes 格式，最高支持 ProRes 4444XQ 的格式。这个文件的体积是直接起飞，一张1TB 的卡只能录13分钟，1秒钟需要花掉你1.3 GB。现在1 GB 差不多也就是1块钱1块多，假如 SSD 会更贵，这样相当于你1秒钟需要花掉1块钱，录1个小时就是3600块钱，硬盘钱，纯硬盘的钱。这个真的就是已经离谱了，所以说如果你想拍 8K，Edge 比较合理的记录规格是 ProRes 422HQ， 但是即便如此，1TB 的卡也只需要20分钟就会被烧完，所以到目前在我看来，拍 4K 超采下来的视频才是正道。那好在 Edge 8K 确实可以从 8K 超采到 4K， 这样算是在画质还有文件体积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那所以说研究出这个数据以后，我就有了一个问题，就是那空间站它是怎么把数据传回来的呢？难道空间站带宽有这么大？那后面研究了一下，我发现送回素材的方法只有一个。弹幕的各位，你们可以猜一猜是什么方法？没错，你没算错，真的就是直接让它调回地球，和航天员一起回来。这就是传数据怎么算都是传数据最快的方法，是不是？离谱。Kinfinity 比较好的地方是他们的数据卡，官方卖的话是1TB6000块钱，稍微有点贵，但是相比别的霸权外国厂，那真的是良心中的良心。他们甚至还给了你一个官方卡套的选择，价格是1000块钱左右，你可以自己再买一块 SSD 硬盘把它装进去，一共只需要2000块钱就可以用了啊，非常的良心。那画质上我还有个亮点没有讲到，就是高感还有动态范围。Edge 8K 本身支持双原生的 ISO， 分别是640还有2560。那理论上在这两个档位之下，它们的信噪比是非常接近的。那实际情况在第二档 ISO 2560的情况下，画面还是有非常可见的噪点。所以说高感不能说是 Edge 8K 的强项。那真正有意思，也是 Kinfinity 摄影机最特殊的一点，我在别的摄影机上都没见过的，发生在它的动态范围上面。理论上 Edge 8K 有14档动态范围，你会看到它在 ISO 下面还有一个按钮，叫做高光档位调节。那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把相机的14档动态范围按照你的意愿去做重新的分布。那比如说你现在拍摄的画面里面有很多的高光细节，而很少有暗部，那你可以把高光档位往上调整，这样你可以保留更多的高光信息。那当然与此同时你的暗部会丢失一部分，但是这样你可以根据场景来选择你要保留对你来说更重要的画面细节这是一个超级实用的功能，你用了才会知道。比如像这样的画面，如果你像别的相机就没法调整，你拍到的画面会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时候你改变了 Edge 的高光档位，那你得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真的创新。
所以说到头来，我觉得 Canefinity 是一家非常认真在造摄影机的中国公司，而且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想成为行业里面一条鲶鱼的野心，去搅动它，去打破外国大厂的垄断。比如说卡口，他们做了一个万能的 Kine 卡口，它可以切换成 PLO、LPL、EF 还有索尼的 E 卡口，这都可以。那比如说官方的监视器 Red 卖2万，他们就卖4、5千，甚至最近还做了触摸控制的菜单，是真的良心，对吧？一直在进步。但是客观来说，如果你抛弃一切情怀，还有一切别的东西，Edge 8K 还是有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菜单不算特别直观，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触摸功能还有很多的 bug， 响应非常的慢。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它真的现在还是不算可靠的。那当然，他们的工程师老哥也在努力抓紧修复。但是无论如何，电影机市场是一个小众而且很封闭的地方，真的不好做。有的时候，即便你参数超过了别人，那些大的外国的摄影指导一张口他说不愿意用，那很有可能你还是卖不出去。所以能有这样的中国公司踏踏实实的做产品，去和这些行业巨头竞争，总归是好的。对消费者来说，也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是一个良性的市场。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是真心希望 Canefinity 能够走得远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Edge 8K 的上手。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做评测真的不容易，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